長征時，紅軍的軍費從何而來？1934年10月，中國工農紅軍踏上長征路，這件事亘古未有。不光需要指揮官極富遠見的戰略眼光，更離不開每一位戰士為信仰付出的超凡犧牲。紅軍的長征不單要用腿腳橫穿大半個中國，轉移途中還得不斷跟敌人交火，对體能和意志力都是極限考驗。这時候，一個困惑難免湧上心頭：長征時期，紅軍的經費是從哪來的？要知道，共產黨向來不拿群眾一針一線，若有需求，都是明碼標價向老鄉購買，槍桿子離不開錢袋子。戰士們每日奔襲，消耗巨大，又正值壯年，食物供給若跟不上，戰鬥力必然大打折扣。紅軍需要經費，但獲取途徑堂堂正正，完全能擺上台面任人評說。歸納起來，大致有5條。第1條就是從遭遇戰中繳獲，打贏了，武器、食物、物資一併到手。電視劇《亮劍》裡，李雲龍就是典型，他從不擔心隊伍一窮二白，日本人的裝備和伙食在他看來全是囊中之物。幾場勝仗打完，部隊成規模了，戰士們的伙食也日漸提高，長征路上也一樣，邊走邊打，每次勝仗都是改善伙食的機會，反倒能提振士氣。第2條，每到一地，便打聽出那些為非作歹的軍閥地主將其財產沒收充作軍費。兵荒馬亂的年月，貧富差距大得嚇人，老百姓終日辛勞，收成大半被層層盤剝，軍閥家裡卻金銀堆積如山。紅軍此舉不光補充了經費，更造福了當地百姓，迎來一片叫好聲。第3條，老百姓自發資助，紅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，還順手鏟除大家恨之入骨的惡霸。口碑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淳樸的鄉親們哪忍心看戰士餓肚子，常常自發拿來食物硬塞到手裡，婉拒還會急眼。戰士們吃完老鄉的飯也會投桃報李，幫沒有壯勞力的家庭幹些力氣活，軍民關係十分融洽。臨別時常有老鄉念叨窮家富路，把錢塞進士兵口袋。第4條，宋慶齡先生捐贈了5萬英鎊，這筆錢並非他的私產，而是丈夫孫中山先生的基金，本就是為了民族和人民捐給紅軍用，也算適得其所。最後1條，紅軍還通過低價賣鹽籌集軍費。當時內陸地區鹽價高昂，偏偏鹽又是每日離不開的東西，百姓只能咬牙承受。紅軍沒收了一家鹽行，便低價出售換取軍費。怕群眾抱着資助心態高價買鹽，他們還特意推出紅軍幣，明確定價。戰士們用紅軍幣購買生活所需，拔營時再按市場價兌換成流通錢幣交還老鄉，這一招堪稱雙贏。百姓低價買到鹽，還能通過售賣物資小有盈餘。紅軍既得軍費，又能添置牙刷、雨具等必需品，最後還不忘給老鄉兌換回去。如此周全，能得人心，真是一點不奇怪。說到這裡，有人難免疑惑，軍閥地主家不是能沒收財產嗎？何必還費心做買賣？確實有酷愛囤積金銀的守財奴，但並非人人如此。許多軍閥在亂世染上惡習，倉庫裡堆滿鴉片，這東西雖值錢，紅軍一旦沒收卻立即銷毀，絕不可能靠鴉片換取經費，這不合紅軍的理念。因此賣鹽反而成了更可持續的渠道。內陸城市鹽價高昂，紅軍從長江南北向陝甘蘇區轉移，沿途賣鹽再合適不過。百姓更是巴不得紅軍快來，把高高在上的鹽價打下來，讓大家過幾天舒心日子。總結一下，長征軍費來源不少，繳獲敵人，沒收軍閥地主，百姓資助，宋慶齡捐贈，賣鹽換錢。不過前2條不算特別牢靠，敵人得碰上了才能打。軍閥地主囤的不一定是金銀，也可能是鴉片，變不了現，最穩健的還是賣鹽。再加上老百姓真心實意的支持，滴水成河，水能載舟，群眾的擁護為紅軍帶來源源不斷的保障。正是以上種种，共同成就了那場震撼古今的長征大業。